近日，央视放出了中日航母同框亮相的画面，并且还有一架外国军机靠近负责护航的歼15战机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率领大量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，我国央视也放出了中日航母同框亮相的画面。通过央视此次播出的画面可知，我国的辽宁舰航母正在进行远洋训练，而旁边则有一艘补给舰在对辽宁舰进行补给。在辽宁舰的旁边，则是日本的一艘日向级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在抵近侦察。这种航母远洋训练进行补给的画面可不是经常能见到，只有准航母的日本一直都想要打造出一艘真正的航母，此时正好借着观察我军航母补给的机会来窥看一番，兴许还能学到点东西。由于辽宁舰正在补给，此时的航母可以说是处于防御最弱的时候，所以需要出动战机进行护航。因此，央视放出的画面中，我们还能看到飞行员正在操控着歼15舰载机在航母上空飞行，并且在歼15战机一旁还有一架外国军机在抵近伴飞。由于此地处于西太平洋，再加上日本航母也和辽宁舰同框亮相，因此此地必然有着日本自卫队的其他军机军舰存在进行跟拍。再结合图片中的战机外形，所以可以判定这是日本空自的 F-15G 战机。虽说在作战半径上歼15和 F-15G 差不多，但这可是西太平洋，是位于大海上，日本的 F-15G 可不能在航母上起降。因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，日本空自这是在周边的军事基地上紧急起飞的战机，这才能够对我军歼15战机伴飞。不得不说，在担任御用摄影师这点上，日本的确称得上是敬业。为了拍摄辽宁舰的动向，不惜出动直升机航母过来跟拍。不过对日本自卫队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。由于日本战败后签订的武器条约限制，日本不能拥有进攻型的大型军舰，打造出直升机航母这样的军舰已经算是钻了空子了，再想打造其他的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因此日本军舰大多为小型军舰，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军舰无法进行远洋作战，特别是此次跟拍辽宁舰。按照以往惯例，辽宁舰出海进行远洋训练可是会持续数十天的。御用摄影师想要对辽宁舰进行全天候观察，只有派出直升机航母这种大型军舰，才能有足够的航程支撑它拍摄。况且想要对辽宁舰进行全天候观察，出动那些小军舰可镇不住场子，只有出动日本海自最强军舰才行，不至于直接被驱逐。但要说到真正无奈的还是日本空自。前段时间日本都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，打算采用一批无人机来缓解空自的压力。因为解放军每次在周边有什么训练动静的时候，空自就要出动战机紧急升空进行应对。像这种辽宁舰航母进行远洋训练，空自想要全天候侦察，那得好几十人轮班换岗来执行跟踪任务才行。而这种任务也就导致本就没多少人的日本空自更加繁忙，飞行员处于高压之下，身体状态都出现了问题不说，就连飞机都扛不住这高压，经常出现故障坠机。前段时间日本的第8师团一群高级军官执行侦察任务，乘坐的直升机时突然坠机，整个第8师团高层可以说是直接团灭。正因为这样，日本才打算采购一批高级无人机，让这些无人机去承担御用摄影师的任务，对解放军进行全程跟拍，帮空自缓解一下压力。而这次央视放出辽宁舰进行补给，歼15在一旁护航的画面，也表明虽然我国的航母都是常规动力航母，在续航力上并不如美军的超级核动力航母，但是在出动补给舰进行中途补给的情况下，同样能进行远洋作战。并且此次画面中，我军并没有驱离前来观望的日本军机和军舰，就代表我军有绝对的信心。此次远洋训练就是专门做给其他国家看的，让这些国家能够了解一下我军的真正实力。
既然第一艘辽宁号航母都这么强大了，那么第二艘乃至更先进的第三艘航母，岂不是更加强大？到时候解放军组成双航母，甚至是3航母战斗打击群，前出西太进行训练了，恐怕日本自卫队就有的忙了。能出动的直升机航母吨位加起来，还没中国1艘航母大。面对中国的多航母战斗打击群训练，怕是人手不够，只能派到解放军的部分营子。